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的翠翠餐。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念高中的时候遇到过的真实鬼故事，这次我就会跟你分享我在台湾现在的公寓里面遇到过的真实鬼故事。常看我频道的人可能有发现，这里不是我的公寓，因为我现在完全不敢在那里讲这个故事。看到这支影片的最后面，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。我很感谢我的朋友借我用他的客厅跟他的神桌来拍这支影片。我今天手上甚至有带这个手链，想要多保护一下自己，因为今天晚上我还是得回去那里睡觉。我会按照顺序分享这个故事，所以还是建议你看到影片的最后面，把这个故事听完，因为会越来越可怕。我刚搬进去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把所有的东西一次搬过去，所以里面还是蛮空的。我当时是坐捷运过去的，然后我坐捷运都会用这个悠游卡的戒指。我每次用完之后，我都会拿下来放在牛仔外套的口袋里面。但是有一天我要用的时候，发现它不在。我想不可能不在啊，我还记得我今天下午有放回去。我找了整个外套、整个背包、整个公寓 N 次了，特别是那个牛仔外套，我手伸进去至少20次都摸不到，找不到。我从那次开始说这边有一个变态的鬼，因为我当时有个朋友，一个男生喜欢我的悠游卡的戒指，我就送他一只。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，完全是开玩笑讲说那个变态的鬼不喜欢我有这样的对戒，所以他就拿走了。大概5天之后，我手伸进那个口袋里面，莫名其妙的摸到了这个戒指。它不可能一直都在里面，可是戒指谁放回去啊？突然出现在里面的那段时间都没有朋友进去我的公寓。我有一次从外面回来，把耳环拿下来放桌子上，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一边的耳环不见了。在我公寓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也没有什么猫啊，也没有什么动物。桌子下面、椅子下面、沙发下面、地板上的楼梯上、床那边，我都有找过，完全不在。我朋友去帮忙我搬一些东西，我跟他说，如果你有看到我一边的耳环的话，赶快跟我说。朋友走了之后，还是完全找不到这个耳环。隔天起床下楼，看到桌子上就是两边的耳环，就像完全没有动过一样。从那次开始，我是蛮确定有东西在耍我。有一天准备出门的时候，我都换好衣服了，然后在弄头发的时候，我就用一个夹子，就是这个夹子，准备好了我就出门。在坐捷运或公车的时候，我发现夹子不在了，觉得还蛮可惜的，因为它是Chanel的，我还蛮喜欢。我记得我在跟我的阿卡贝拉团练习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我内衣里面有刺刺的东西，还蛮突然的。我就先去厕所检查一下，手伸进去，就是那个夹子，它在我内衣里3个小时，我才发现。那边的隔音非常的差，而且我刚搬进去的时候，因为不太熟悉那个环境，也不太认识邻居，所以听到我门外有声音，我都会有点不舒服。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，晚上还打算再出去一次，所以没有从里面锁门。但是后来我就睡着了，我半夜有听到一些声音，然后就有起来，觉得不舒服，因为知道还没有锁门。所以我就特地跑一趟下去，把门锁起来，然后再上楼睡觉。睡到早上，我听到爬楼梯的
踏步的声音。爬楼梯之后，踏步的声音直接到我头旁边。我醒来看，什么都不在。What the horrifying！ 反正都没有人在，我就继续睡。起床了之后，准备出门，我手伸出去要开门的时候，门没有锁，这个是外面动不到的锁。有东西在我睡觉的时候从我公寓里开锁。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有朋友去找我，我都会跟他们说啊，这边的变态的鬼就是这样子啊，我真的是开玩笑的。那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听到楼上踏步的声音，一样从楼梯那边直接走到我旁边。我眼睛张开，但是动不了，鬼压床。我看得到都没有人在，但是我动不了。那我躺在那里看到感觉到床被压下去，有人爬上去跟我躺同一张床，然后感觉被亲1次、2次、3次。那时候我有问美国的在研究这些灵魂鬼类的东西的朋友，还有问一些当地的台湾朋友，虽然他们是不同地区的人，但是他们都跟我说同一件事情：你不能在那里承认有鬼在，你也不能叫他变态。就算我不叫他变态，我只承认他的存在。他们说鬼不喜欢这样被承认的。我本来完全不知道，我以为他知道我在，我知道他在，我互相尊重就好。我还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哦，变态。”所以就是从那次被亲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叫他变态了，我再也没有在那里承认那边有鬼。想给你一个大概的概念，刚讲过的事情都是在短短的2-3个月发生的。从我不叫他变态，也不承认他的存在开始，的确是有变正常一点的。我没有听到奇怪的踏步的声音，也没有东西被偷走。好几个月都是正常的，但是有一天睡觉的时候，躺在床上，转头过去，发现我楼梯上面蹲着一个小孩，大概是一个4岁的小孩的影子。我是这样转头看的，然后我知道他在那里，我不敢再转头看了，我就看前面，拿出手机传讯息给朋友说我非常的害怕，然后不敢转头看。过了可能10几分钟，我觉得他可能已经走了之后，我才敢转头看，是不是有在那边挂东西，会让我误会是有东西在的。但是什么都没有，他就是蹲在那边，握着木头盯着我的。虽然他有一直盯着我，但是我其实不觉得他是有恶意的，我感觉不出来是有恶意的，他可能只是好奇。除了我今天提到的之外，真的有发生不少事情，像听到的一些怪声，拍影片的时候看到奇怪的影子，不正常的噩梦，还有无法解释的科技方面的问题。你知道你在看恐怖片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想法是，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早就会搬出去。这个搬出去的选择是很明显的，但是换你
住这样的有鬼的房子的时候，事情都是逐渐的发生的，而且都会怀疑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，也会为了安慰自己说，我应该是看错了、听错了、想太多了。所以什么时候确定要搬出去？地线在哪里？看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听到了什么样的事情，才会决定要搬出去。我很爱我现在住的公寓啊，我所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在里面做，可以练习唱歌、练习跳舞、录音，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用来拍影片、做料理、运动。我真的不想要搬出去，但是我该搬出去了吗？谢谢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最后面，我希望你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自己的经验，也可以让我知道一下你喜不喜欢听鬼故事。我不只要今天晚上回那个公寓睡觉，我这个礼拜都要在那里剪这支影片。Wish me luck，拜拜。